2024上海乐展结束已经快1个月，大家应该都快忘了，所以现在讲这个话题会比较合适。这个视频只是想记录一个真实的乐展。那乐展的第一天是个周四，当天就有一些参展的朋友跟我聊天，说期待周六，因为周末的人可能会多一些，所以我是特地找周六来拍这个视频。我的酒店离展会3站，早上10点去地铁站，站台几乎没人，车厢里好像也不太多，不过也可能是周末上午要睡个懒觉吧。那很快我们就到了终点站花木路，出站的人流量适中。我们所在的门口是2号入口，是现在展会人流量最多的入口，因为靠近地铁站嘛。那目前门口的人流量大概是疫情前的1半左右，门口还是有少数的黄牛，那票价是20-30块钱，比官方的50块钱便宜不少。现在观展的流程也比以前方便了很多，门口扫码之后有机器可以自助领胸卡，然后扫身份证就可以入场了。以前进去之后，部分展馆的保安会在门口抽查你的胸卡，但其实今年是1个保安都没有。那我觉得其实可以省去领胸卡的这个步骤，这样可以更环保一点。那人气最高的就是 W5 电声馆，这和大家在主流媒体上看到是一样的热闹，在里面讲话非常困难，我们这里就不重复介绍了。那人气排第2的应该是 N1 馆，也就是数字音频馆，做音乐的朋友必逛。今年有1/5是完全的空置，那展馆会用白色的挡板挡起来，另外还有1/5用于公开讲座，和这个银发乐还是乐未来啊。那今后的10年里边，老年人会越来越多，这个市场也会越来越大。N2是打击乐馆，以前一进去就是一大片的巨大白噪音，会对听力造成100点的损害。那今年还是这么吵闹，但已经隐约能听到讲话了，那估计只会对听力造成50点的损害。每年的乐展也会安插一个小展，那这次的小展是 AES 展，这不是乐器行业那个 AES， 是 Appliance and Electronics Show， 家用电器及消费电子展。不过一进去发现其实是车展呢。这个展只有1个展馆，人数也不是很多，然后 N4 和 N5 就完全空置了。从 N3 出来，展馆的中央在成片的挖地，一边演出一边挖地，不知道做什么。另一个重要的展馆是11钢琴馆，那以前我们都叫它土豪馆。当年钢琴厂商如日中天，根据 Music Trace 的数据，那排名前10的厂商9家都是钢琴厂商。展会的布置是极尽奢华，但是今年就比较实在了，我甚至没找到一些知名的中国钢琴厂商的展位。钢琴馆的边上现在居然也有了空置区域，而且中央还有大片的空置，是一个招商的区域，这放在5年前我是很难想象的。不过我想说，这其实才是合理的，因为10几年前我第一次去美国 NAMM Show 和德国法兰克福乐展的时候，钢琴已经很边缘了，当时的主流已经是吉他和录音品类了，连钢琴馆都有空置，其他什么民乐啊、铜管的展馆就不用提了，基本上都空置在1/5以上，这里我们就不多放了。我走的时候是从1号馆走的，现在是中午12点。以前钢琴馆牛逼的时候，1号入口是主入口，现在主入口已经变成2号入口了，这就是今年乐展的一个实拍。其实我还比较喜欢现在的乐展，因为以前的乐展实在人太多了。今年的乐展其实和欧美的那些大展其实差不多，我感觉比以前舒适。除了 N2 打击乐馆和 W5 电吉他馆说不了话之外，其他展馆基本上都可以。那另外一个喜欢的原因呢，是现在乐展很纯粹。以前经济好的时候，各种财大气粗的资本公司、互联网公司都想来掺和一下，显得自己很有文化。但今年来参展和参观的人都是本本分分的乐器人和音乐人。我想起2016年股灾之后采访钟新明老师，他说这种环境下反而会有好音乐，因为市场不好的时候还在坚持创作的人，他们是纯粹的在玩音乐，不是为了赚钱。